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呀、老师，那个半个月前您给我家小宝查了之后吧，他那个眼痛就马上就停止了，就不痛了，然后流鼻血也不流了，就是立竿见影，非常感谢。但是他那个咳嗽的问题还是没有减轻，我想这次给他排一下这个久咳不愈的问题。啊？啊，上次是鸡啊，现在是另外一只鸡啊，另外一只鸡啊，但不是上次那只鸡啊，难怪啊，是我看到一只鸡啊，一只鸡啊，吃那个米饭啊，哇，直接呛到喉咙里了，上次没涉及到呛的是吧？是上次只是一个碗的事啊，聚光。激光啊，对，现在那个鸡啊，它不管那么的跑进去就撑到了喉咙啊，就把喉咙的那个直径呐撑到最大，就像那一根水管吸水似的，把米往喉咙里吸啊。他的想法就是吸进去，而不是咽进去吃下去，而是像吸管一样的吸进去啊。他把喉咙粗得很粗啊，支撑得很粗啊，就把直径拉到最粗。他以为那个鸡啊，他认为啊，我喉咙撑到那么粗的话，我就一下子就把小朋友碗里的米饭就像抽水机一样就抽到自己的那个肚子里了啊，因为速度快嘛，要快刀斩乱麻才能抢到那个小朋友的。等他要没有反应过来，没有争夺的时候，就你把那个米饭就把它吃掉啊。他一看最快的速度要把它吃掉的时候，鸡想好了，把喉咙整个一个喉咙的结构变成一个直筒筒的一根管子啊。脑袋里是这样想啊，但关键问题呢？你没有东西在里边的时候呢，你是确实喉咙可以成为一根管子似的啊，但是呢，有东西碰到了喉咙上的，喉咙内部有感应器的，有感觉器官的，刺激到喉咙以后，它就喉咙变细了。哪个地方有东西刺激到喉咙上面啊，一刺激以后它就收缩了啊，一收缩就变细了。那一吸以后，它原来进入那个食道的那些食物啊，在那一卡以后，一挡嘛，把整个喉咙那边都沾上了那个食物了，一沾上食物以后，相当于整个喉咙都紧缩了。对，有异物有异物以后，原来是他以为能够一下子通过去的啊，哪知道这一卡以后，一挡以后，喉咙第一个接触点。卡到的地方，把一收缩以后，就在卡到的前方全部卡住了，前方全部卡住以后，前方全部收缩，后方没收缩，没碰到的没收缩啊，前方已经卡到了，往前一喷，就是反一下嘛，相当于往上，往牙齿方向反一反，相当于往上反了一反，反的地方所有全部收缩，一收缩以后。一收缩以后，相当于有紧张感了嘛，碰到就有紧张感，再一紧张感以后，把东西一卡住一个更紧张，就是这个叫负反馈，我们所说的，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就是卡在那边就卡住了，慢慢喷了，所以喉咙我所说的咳嗽啊，是咳在喉咙口，而不是在肺部，是的，对，我这个感觉他的咳嗽就在上呼吸道，就是很浅表的位置。对，就是喉咙那个部位。就是它的位置就像呢，我们男的有个喉结嘛，喉结往上的地方，都没下喉结是的，我感觉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医生有没有诊断说他什么肺炎什么的都没有，都相当于男的喉结往上。对，我是感觉就在那个位置。但是他那个拍片的时候，就是显示，就是胸片就显示他那个肺部有轻微
啊，对，轻微感染也是医生想当然的，因为我刚才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问题不在那边，就在喉咙上半截，相当于男子的喉结以上，喉结以下都正常的。哦，当然了，不排除有问题啊。我至少从这个鸡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喉结以下都没问题。如果只是这个鸡的话，从鸡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卡在那边。那卡在那边呢，我们找到原因了，就是那个鸡要抢小朋友的米饭，他那个下手太急了啊，喉咙支撑着他想当然的事情，同实际的还是有差异嘛。他以为，像一根那个塑料管子或者金属管子，是固定的尺寸的，不会有什么收缩的。那知道这个，动物和人都不一样嘛，像动物类的，它一碰到这个肌肉会收缩嘛，一收缩以后，就卡住了，一卡住以后，其他地方也站到地方再卡一卡，再往前挤，再往牙齿方向，就是往嘴巴方向，在嘴巴方向倒出去了，像那样，再碰上的地方再收缩一下子，正常的就是一点点吃的，一点点吃的话，那本来就是没脂肪是这么大口径的，往里面灌食物的，一点事都没有。那搞了一个，而且那个食物叫下咽，一口口咽嘛，一口口就咽，就是像有规律的往下那个波浪似的把它咽下去啊，而不是整段全部痉挛的话，那全卡住了。现在就是它的全部痉挛，整个上半截的食道全部痉挛了，相当于那就咳嗽啊。那么现在要解决的方案，对那个鸡说，哎呀，对不起了，我忘了给你盛一碗饭了。哦，对不起了，忘了给你盛一碗饭了。对，你说，那个小朋友的饭呢，是对小朋友的适应小朋友的吃法的，不适合你吃法的。小朋友的饭呢是适合小朋友的吃法的，不适合你的。我专门给你做那个适合你的。我专门给你做适合你吃的。对，这句话的意思里边就是包含着，我就对你特殊对待了，就是就至少不比小朋友吃的差啊，这个，至少不比他差，当然这里边呢，让自己去理解去啊，按自己的鸡的理解呢，有可能就是比小朋友的吃的更好，这个是内容，从营养上来讲啊，他自己这样想啊，形式上来讲的话，至少不会把他呛着啊，而且呢，也没有人跟他抢，关键问题没人给他抢，专门给他，他一听以后他正要现在改变了一下，本来他已经吃的呛着了嘛，现在就是我们改变了，他正要过去吃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鸡砍了一下，你说你吃的我给你准备好了，在这里，你吃的我给你准备好了，在这里。比小朋友饭碗里多得多。比小朋友饭碗里的多得多。对，至少要让他看到明显的优点呢，要能吸引他，就是营养之类他搞不明白的话，至少这个数量他搞得清楚了。是小朋友碗里那个是不少于4倍的这样的话，他当然高兴了。再加上你已经明确告诉他，这个是专门给他做的啊，专门给他做的，没人同他抢了啊，没人给他抢啊，所以他比较安心了。正在这个时刻，你喊一下那个狗啊，小黑，你要吃的在这里。小朋友，你要吃的在这里。小黑，那个狗啊，还一条狗叫小黑，小黑，你吃的在这里。小黑，你要吃的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告诉狗不要抢，去抢那鸡要吃的，这样让那个鸡彻底放松。他就不会说像刚才抢小朋友的那个紧张嘛，喉咙全整张开，一下子吞下去，那就呛着了嘛。现在就是告诉他，专门给他食物了，量又多，然后避开了小朋友倒过来抢鸡，那小朋友肯定不会，小朋友有专门的饭碗，
但呢，旁边还有个狗啊，那鸡担心会狗不来抢它的食物呢？哎，你在这一看以后，狗有专门的食物，也不会来抢它。然后你对那个鸡再强调一下，这个是专门为你做的。这个是专门为你做的。没人来抢你。没人来抢你的。没人来抢你。你然后跟你说，我旁边还给你放一盆水。我旁边还给你放了一盆水。如果你感觉干的话，你再喝点水。如果你感觉干的话，你再来喝点水。现在就是防止了，你这个一做以后呢，防止了所有的有可能让他呛到的可能性了。一个不会感觉人家从他蒸死，他就会慢慢吃。另外一个呢，也不会喉咙张的一下子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吃下去，因为原来是担心他毕竟是他抢人家的嘛，他抢人家的话，就怕被人家抢回去的话，以最快的速度，要把他抢过来嘛，所以他喉咙张的那边一下子就呛上了嘛。现在就是说，你把任何的这个可能性都把它防掉了，就让他安心的吃就行了，让个鸡啊，感觉全部得到满足了，心安理得了，全部得到满足以后得到满足以后他就睡着了，安息了。原来这个是呛着了呛着了，卡着了呛着卡着了呛着卡着了跟我这感觉是一致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个地方，就是喉咙那个地方。不是肺里的问题。是，那你观察很仔细，就是因为我是看到画面上一看那个就是那样嘛，就是下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至少这个鸡的角度来看，其他就没问题。对。就是真的，你们要看细节才知道。就上次那个盆子里边那个反光，我说这种事情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临牌的画面上，给的电影上面就是这样的。然后今天得到你反馈一个，确实是那回事，那就更得到证实了。本来呢，我还以为就是因为他们都说那个肺是开窍于鼻嘛，流鼻血，我觉得更应该是跟那个肺跟咳嗽是同一件事情，没想到流鼻血是跟这个眼痛是同一件事情，这是我没想到的。上次排完那个眼痛和流鼻血都好了。然后今天呢是另外一只鸡了另外一只鸡。好。希望不要再有鸡了。对，我现在就是一边同你聊聊天，一边在等等，有什么东西再来吧。但是呢，我迷迷糊糊看到那个也不太正确就不管有与没有，我们当它有吧当它有吧，因为呢比较遥远嘛，看起来好像那个简直是这个像仓库沙似的那个太薄的一个影子看那个老鹰的影子就很薄，我可以把它忽略不计，但呢我不想把它忽略掉你尝试到，你说我看到远远的淡淡的像个老鹰的。我看到远处淡淡的像一个老鹰的影子。对，就很淡，就不像那个我以前排的人家那个老鹰就盯在那个很近，这个很遥远。但你说没有吧，它也不是。但是说很密切吧，也不是。我既然看到了最多就是说相关性不大，再处理了更好嘛。所以说就你对那个老鹰说，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你说我把你的那个鸡照顾得好好的。我把你的鸡照顾得好好的。这句话就是表明你是懂这些的那个鸡就是那个是老鹰的食物，而不是我们人类的食物你说这句话的意思说，我养的鸡不会从你抢你的食物的我只是替你养的而已本来他就知道你懂这些的
当然他有时个有点疑心嘛，会不会把他那个鸡给吃掉了？所以呢，他远远的偷看，很远很远的偷看，就看见了那个像那个蚊帐的帐纱呢，就那个隔着蚊帐看，哎，所以说我说那远远的一点点嘛，是吧？老鹰一听以后，你完全懂得起来，而且你看穿了他的心理了，而且提前你告诉他了，我不会，从你抢食物的，我把你养着呢，哎。那我知道，而且不但我自己知道，而且我还给那个小宝我也灌输这些理念，啊，小宝也明白。啊，对啊，所以那个鸡虽然有点疑心呢，但是没靠近过来，他觉得，只是还有点疑心而已，这个疑心是出自他自己的，而不是出自于你的原因。是出自他平时的对别人的一个习惯性的，但是他已经感应到他不会抢，但是呢，人家就是留个心眼吧，他在那边还留个心眼啊，那留一个心眼呢，多多少少以后我怕有点影响吧啊，所以呢，你主动同他沟通以后呢，那个老鹰的眼光啊没了，消失掉了，也就是说老鹰那个眼光看过来的时候啊。还是有点杀伤力了，那个杀伤力呢是对视野有影响，哎，就相当于，在你眼光的前面有一束光向它照过来，会有点干扰。虽然这一般来说就是把它那个忽视掉了，因为我想呢，我还要找的时候，就迷迷糊糊看到这个以后，把这个信息捞起来，是吧？这样它走掉了。他上次排完之后，他虽然眼睛不痛了，但是他还会偶尔会用手揉眼睛。啊，对的，就是有一束光过来，就相当于，虽然不是太明显，虽然不是明显，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到不存在的程度啊。但是现在是不存在的，那老鹰走掉了，把那个，这个眼光啊。这个眼光呢，我们平时说的那个看光线的是因为有太阳光反射了光一个照过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他内心深处发射出来的光，相当于，有的人家说那个，有的人的眼睛很多可以杀死人呐，虽然他那个老鹰已经把自己的胸像之类的这个收起来了，但是还是有5%的能量在嘛，就相当于人家说。他对别人是100%的话，他发出来的眼光是5%，所以隔着蚊帐我看到了，淡淡的有一个还是。上次处理完之后，好像还有一点尾巴。我是有这种感觉。对，相当于还有5%，就相当于那个老鹰发出来的光，还是有5%的能量杀过来，也还是有点杀伤力。然后这一沟通以后，他就走掉了啊，那走掉了，那就剩下了一点点那个。眼睛上的问题也解决了啊，太好了啊，现在彻底干净了啊，彻底干净了，好。刚才那个幼儿园的老师打电话就说，这个孩子，把他咳嗽的太剧烈，太厉害了，你把他领走吧。当然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是给他妈妈打电话的。我就赶紧联系你了。好。看来今天就不用领他回来了。对，这个很快的，就像那个我上次我说女儿，救护车坐到了学校，因为我临排过了嘛，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嘛，所以领回家了以后，我再排了一下以后就送她到学校去了。一早就送过去了，前后就离开学校，再回到学校就8个小时，不只是到了学校以后，学校不收了。他说我们学校只要当天，就是当天叫了回家的或者生病的学生，就当天就不能再回学校了。他们有这个规定嘛？因为我女儿就特别，想得到那个全勤奖嘛。后来老师说了，这个不让换课，还是有全勤奖的，就是。安慰他，后来呢，就只能回家，第2天再上学了。也就这个只要把那个因素一除掉，就立竿见影的这种。对，就是上次排那个眼痛的时候，当时他疼得嗷嗷叫，就好像有东西刺入他的眼睛一样。我一看不行啊，这眼睛要瞎掉怎么办？就赶紧联系您了。排完之后不痛了。
然后就跟正常往常一样，就正常的送他去上学了。哦，好，那个现在刚才我们在因为一边在看一边地比没东西了，而且呢，我告诉你那个就是一个机械式的痉挛，不是炎症之类的，没有炎症，就是一个就卡在那边，喉咙那边咳嗽啊，所以呢，判断一样，谢谢。哎，对，这个一结束以后就好了。哎，这个当然，我也再说明一下，我是从这个鸡的角度来看，哎，就这样。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啊，当然，反正就是说，如果好了就没事了啊，反正就鸡的角度来看就没有炎症，哎，就是一个喉咙一个机械式的一个痉挛啊，碰上来的一个食物，碰到喉咙上了。平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也有点痉挛的，只一小段嘛。像波浪一样就把它推下去了，因为有痉挛就把它往下推了。现在这一次呢，一痉挛是往上推了，而且往上推的时候呢，推到地方碰到那个食物的地方呢，全段发生痉挛了，所以咳嗽起来就严重嘛，整个一段上半截全部痉挛了。原来那种呢，也可以称为痉挛，正常吃饭的时候，但是正常的收缩，就把它一收缩痉挛的那一个呢就往下送啊。往下送呢是正常的一个途径送的，可以称为痉挛，也可以说自然的反应。但你往上上去就不对了嘛，往上，而且那个好几个点一起收缩的话，那就引起的咳嗽就严重了。想通过咳嗽把里边痉挛站在喉咙上的食物把它咳出去，但是因为那个前面也卡住了，后面也卡住的话，咳不出去了嘛，所以只有一直咳嘛，那就这样的。它都不是一个炎症，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异物在那边，相当于一个异物。但是这个异物呢，不像人家的吃了一个鱼的一个鱼刺在哪个地方，它也不是。当然，因为那前面也卡住，后面也卡住的地方，那个都痉挛了嘛。只要有食物的地方都卡住了，不是1厘米嘛？每厘米都卡一卡的话，这个就挺受罪的了但现在解除掉了这个，太好了好，谢谢老师。不用谢好那就这样好，好，拜拜。拜。